花了1萬多錢啊，買回了一台60年代的北京小吉普，真的是撿到漏了。一位粉丝朋友联繫我，說他买了一台现存量只有个位數的一台車，他自己本人啊特別的喜歡這台車，所以呀一直放在庫房裡邊，一放就是這麼多年。我呀是特別的好奇，它到底是一輛什麼樣的車呢？所以我決定驅車600公里來看看這台車。哦，這個車是，嚯，這還堵了一個發電機哈。哎呀，就是這個小吉普車。一看這台車的外形啊，就能判斷出，這是一台北京汽車製造廠60年代生產的，型號為210的兩門版吉普車。嚯，這裡邊感覺好也有年頭了。啊？原來在南邊放着呢。哎呀，蓋打開。這麼一看啊，這發動機也沒有問題。這是仿製蘇聯的一款發動機，國內型號492，油箱、備胎都不缺，感覺車況還可以。挺小的這車，挺小的。唯一的缺點就是全車上下都是土啊。看不清漆面狀態怎麼樣。哎，經常收老車啊，就有感覺這台車的整體車況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。和老闆聊了半天，最後啊以1萬多塊錢的價格成功把它拿下。裝車之前啊，第一困難就是這發電機正好堵在門口。為了省一個叉車錢，我決定還是用人把它一點點挪開吧。這板車費用啊就1600。我覺得1600雖然貴了一點，但是相比來整個車價來說，這點運費還是值得的，因為這個方法是最安全也是最高效的。折騰了1個多小時啊，終於把它安全的裝上車了。又經過了5個小時，終於把它安全的運到了家。到家已經是深夜了。機蓋打開。咱們第一件事，先把這滑塞給它拆下來啊。能把這台小吉普弄回來，真的是太高興了。回來第一件事，先把發動機給它幹着，把鋼線給插上啊。打！經過這1、2天的不懈努力，終於把發動機給它幹着車了。又經過了1天的折騰，終於讓這台60年代的北京小吉普重新開動起來了。兄弟們，太好開了這車！我覺得呀，到這裡這台小吉普的故事應該就結束了，直接把它放在庫房就 OK 了。我就喜歡這台車的原汁原味，但是很多的粉絲都私信我，想看這台小吉普當年的狀態，讓我重新把它翻新。我覺得呀，粉絲們的意見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決定要把這台60年代的北京小吉普全部給它拆開大修。为了能把車殼給它全部拆開拆卸下來，咱們要提前把發動機所有的附件全部給它幹下來。我相信很多粉絲都不知道這是一台什麼樣的車，花這麼多的時間這麼多精力修復這樣一台車，它值得嗎？我來具體說說這台車吧。這是一台北京汽車製造廠60年代生產的，型號為210的樣車，一共只生產了300多台。這台車採用了雙門設計，4輪驅動，最高時速95公里，最大爬坡角度30度以上，從每小時15公里加速到75公里只需要21秒。在當年，這個數據速度已經是非常不錯了。師傅，一個特別高興的事兒，看這後邊的鈑金，這個鐵板
個部位只有表面的腐朽啊，下邊一點都沒有刀，真的太棒了！這個車，這下咱們就省心省事了，把表面打扮乾淨就 OK 了。好，兄弟們，我們繼續幹！这台小吉普啊，已經50多歲了，能保存到這個狀態，真的是太難得了。真的是越幹越興奮，越幹越起勁兒啊！所以啊，咱們就不廢話了啊，咱們加快速度拆它。折腾了1个多小時啊，終於把這車殼拆卸下來了。我的媽呀，嚇我一跳啊！我還以為這裡鏽穿了呢，整輕輕一毛啊，表面是層厚厚的腐朽。接下來啊，把它拋光乾淨就可以了。咱們呀，來看一下這車架，下邊啊一點刀染都沒有。再看一下這發動機，這個地方都是油啊，還有這是發動機表面全部是油泥。具體是哪裡的問題啊？咱們現在也看不出來，只能一點點給它拆開，全部給它檢查一下。既然啊把所有配件都拆得差不多了，那咱也不在乎，多拆一個發動機了，把發動機也給它幹下來。咱們呀好好給它檢查一下。其實這發動機漏油滲油不用全部把它拆開，但是我真的是怕發動機內部有其他的問題啊，所以啊咱們安全起見，還是全部給它拆開。好好檢查一下吧。我本人啊一直很喜歡北京吉普，我非常想修一台北京吉普212，但是找來找去真的是沒有找到太心儀的。沒想到今年讓我碰到一台比北京212還要老的北京吉普210，我覺得我真的是太幸運了。我兄弟們看這機油是真髒了呀！這個多少年沒換過這機油了，都變成這個顏色了。咱們呀，把油底殼所有的附件全部給它拆卸下來，好好檢查一下。天哪！看這機油泵，還是油底殼底層，粘附了一層厚厚的鐵渣油泥呀！看這上面也全部是油泥和污垢。我全部給它拆下來，好好清洗一下。看這氣門室蓋，這裡印的都是油啊，應該是密封膠條不行了，又要全部給它打開，好好檢查一下。看這裡邊是真髒呀，全部是積碳油泥。把這發動機啊拆到這裡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的這個決定真的是太對了，幸好把它全部都拆開了。看這裡邊這麼髒，如果正常開動的話，對發動機真的是一個不可逆的損傷呀！我的天呀，看這活塞上邊全部是積碳呀！但是慶幸的是，這缸壁沒有太大問題，只是這氣門上面的積碳真的是太多了，要給它拆下來，全部清理一下。这氣門頂桿這些積碳呀，都用了1天時間才全部給它清理乾淨。弄好之後啊，就全部給它安裝到位。這幾個氣門就好安裝了，用了1個多小時的時間就把它安裝好了。但是其他部位同樣也是油泥特別的多，要一點點給它清理掉。特別是這發動機的外殼、外罩、變速箱，要全部的清理乾淨。到這裡啊，我真的想說一句，修老車呀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幹的活，它需要技術，需要持之以恆的動力，更需要修老車時的一些耐心、細心。自從我開始發布這台60年代的北京小吉普的視頻之後啊，沒想到評論裡邊有很多的粉絲朋友都喜歡這台老吉普，
更有一大部分粉絲啊都想看这台车翻新後的样子。当然，我也很期待这台車翻新后的效果，所以啊，我還是決定把它拆開翻新大修。所以啊，我每天幹勁兒十足，每天和打了雞血一樣，從早幹到晚，修這台60年代的北京小吉普。這個過程真的特別的過癮。兄弟們，買的鋼鏈終於到了啊！咱們開始組裝了。中了。修老車呀，就是這個樣子。在修車過程中，一些配件老化不能用了之後呢，咱們想盡辦法去定制、去定做、去購買等等一些手段。OK， 經過自己的多方努力，終於把配件弄好、安裝到位的一瞬間，那種感覺啊，真的是苦盡甘來啊，真的是特別高興。這發動機的所有配件全部整備完畢了，接下來就開始全部給它組裝。這副瓦塞必須用老貨庫存全部給它安裝到位。行，來打。行，发动机沒問題了啊，兄弟們，接下來啊，咱們就把發動機給它裝在這個車架上面啊，咱們一起加油！經過10多天的不懈努力啊，終於把這發動機弄好了。接下來啊，就把底架和車殼全部給它整備完畢。好了，兄弟們，你加快速度，幹它！兄弟們，給他買了4條啊老的這個650-16的 LT 的輪胎，一會兒咱們給它裝上啊。我特別想讓它盡快的重新開動起來。所以呀，咱們要加快速度，把底盤所有的部件全部給它清理乾淨，和大家一起分享這台車慢慢蛻變的一個過程，一起分享這份喜悅和快樂的心情。這個過程啊，真的非常的過癮。
就经过了這幾天的不懈努力啊，終於把這底盤、車架所有的配件全部噴好漆了。接下來咱們就開始組裝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這就是20來天的翻修結果。發動機啊，底盤全部弄好了。接下來啊，咱們修復最重要的部分，這前中網放一個剛開始拍的視頻。原來以為啊，這是一個特殊版本，竖中網的，沒想到看這個地方啊，看它有切割的痕跡。說明原來的中網它是一個橫置的。看看這個細節部位，這裡有膩子，這裡也有。我還以為原來這是一個特殊版本呢。這樣一看，應該就是原車主啊，他改了一個竖置中網。嘿，看這地方都是膩子，都起来了。所以說啊，咱們還要把它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啊！咱们一起加油啊！这台车的中网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啊，咱们要给它拆下来，恢复到原有的状态。经过一下午的不断修复，终于把这中网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了。接下来把整個車殼全部給它打磨除鏽乾淨。就經過了幾天的不懈努力啊，終於把整個車殼的鏽色除鏽完畢了，然後噴上了環氧底漆，又噴上了綠色漆。到這裡啊，已經完成了整備工作的70%了。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開始全部組裝。到這裡啊，這台車已經足足修了20多天了，我一刻也不想等了，想讓它盡快的開動起來，所以咱們要加快速度，全力以赴，幹它！
天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把这台60年代的北京小吉普的内饰、外观、全车線路全部整備完畢了。弄到這裡，我的內心真的是特別的激動。這台60年代的北京小吉普，經過1個多月的不懈努力啊，終於給它幹好了。咱們看一下試試啊。這是這台北京小吉普啊剛來時的樣子，表面都是污漬、鏽漬，還有很多生鏽的地方。我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呀，把它修復到現在的這個狀態。能把這台車啊修復到現在這個狀態，心裡邊真的是特別的開心、高興。能夠讓原來坐過、開過、經歷過這台車的老師傅們回憶過去，回憶當年年輕時的風采，我自己也跟着特別的激動、快樂。在當年呀，這台車凝聚了很多汽車工人的心血和結晶，致敬為祖國汽車工業默默奉獻的汽車工人們。相信咱們祖國的汽車工業會越來越好。今年呀是建國75周年了，祝福祖國繁榮昌盛。這段視頻啊很長，真能看到最後的朋友肯定是特別喜歡這台老車，或者是特別喜歡看我翻新老車。評論區扣8，謝謝您的支持。今天就到這裡，咱們明天繼續幹。